2011年5月，贵阳市曾发生过一起高智商犯罪类型的杀人碎尸案。凶手在杀人碎尸以后呢，居然直接把尸块丢在路边，被路人发现以后引发巨大轰动。案件的侦破过程历经多次反转，在警察公布事情前因后果以后，居然会有人说出两个人都是罪有应得，没有人值得同情。这个案子到底隐藏什么内情呢？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警示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悬案吉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贵阳碎尸案。时间退回到2011年5月18号，这一天早上7点左右，一个负责南明河河道维护的工人在路过朝阳桥畔绿化带的时候，发现在路边的绿化带里似乎是藏着一个编织袋。一开始他以为是路人丢弃的垃圾，所以他就把编织袋拖了出来。等他好不容易把袋子拉出来以后，他才注意到这个编织袋的拉链并没有关死。透过缝隙，他隐隐约约看见里面装着一大堆东西。出于好奇心，他就打开了袋子，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里面装的居然是一大袋碎尸。老工人当时被吓得手脚都不利索了。接到报警电话以后，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很快他们就在距离第一袋碎尸50米范围以内又连续找出了2个编织袋。跟之前一样，这里面也是满满2袋尸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路民警也接到报案说，有人在南明河河道下游附近也发现了2个装有尸块的编织袋。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周边围观的群众非常多，所以这个案子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大家都在讨论死者到底是谁，凶手为什么在杀人以后居然直接把尸块丢在路边呢？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怨吗？尸检结果显示，死者为男性，40岁左右，死亡时间为2天以前，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人勒死的。遗憾的是，警方并没有发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据。而另一边，查找2天以来失踪人员信息的警察们很快就锁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地派出所5月17号曾接到过一起有关失踪人员报告的案。失踪者名叫汪磊，38岁，身高1.7米左右。这些体貌特征以及失踪时间都跟受害人非常吻合。后来经过失踪家属的辨认，死者正是汪磊。汪磊，湖北宜昌人，贵州市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生前在当地小区里面租了一套房子，房间被一分为2，其中将一间房子和客厅当作是办公室，另一半被当成是宿舍。汪磊的公司里一共有5个人，而其中一个名叫孙明登的男人，他的嫌疑最大。据说他最近时间跟汪磊经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厉害。据警方了解，孙明登和汪磊2个人既是老乡，也是同学，以前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但近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2个人的关系极度恶化，最近更是势同水火。可即便这样，孙明登在得知汪磊失踪以后呢，却在短短2天时间里到派出所报了3次案，看起来似乎非常关心自己的兄弟。可问题是在这3次报案过程里，孙明登对死者失踪时的细节描述却前后矛盾，这一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为了探听虚实，警方决定以了解情况为由，把孙明登带到刑侦支队进行问询。孙明登在面对警察的时候似乎变得很意外，他告诉警察说，16号那天晚上，他和汪磊以及另一个同事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那个人就走了。随后他就和汪磊回到了办公室，一起玩游戏玩到10点左右。后来实在是太累了，他就跟汪磊打了声招呼，回房间睡觉去了。刚睡着没多久，迷迷糊糊里他就接到了汪磊老婆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汪磊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想让他帮忙去看一眼汪磊在干什么。结果孙明登推门进去，却发现汪磊并不在屋里。随后他就如实告诉了汪磊老婆，并告诉对方说汪磊可能出去了。随后汪磊就失踪了。作为最重要的嫌疑人，警方对他盘问得很仔细。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情况下呢，通常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露出一些情绪上的破绽。但没想到这个孙明登在接受问询的时候，居然直接跟警察说，嗨，你们这套都是我玩剩下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汪磊失踪以后呢，他老婆一开始怀疑的就是我，但我有很多不在场证据啊，所以啊，你们别耽误时间，赶紧去找一找真正凶手吧。负责问询的警察当时就惊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淡定的人。从孙明登这里肯定是得不到什么结果，所以警方决定尽快找出案发的第一现场。因为根据以往这类案件的特点，杀人分尸的地点一般都会选在偏僻郊区啊、封闭密室里边等等类似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凶手才能有足够时间、足够的胆量去肢解尸体。
确定好侦查方向以后呢，警方迅速派出一队人赶到死者住处展开排查。很快这些人就有了重大发现，通过技术手段，他们发现卫生间的地面上、墙面上有多处呈喷射状的血迹，而且上面有非常明显的擦拭痕迹。经过鉴定，这些血迹和死者王磊的血型完全吻合。综合各项线索，这个卫生间应该是孙明登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但就在他们准备将孙明登确定为杀人凶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原来就在这边有了关键性突破的时候，另一队去找王磊家人询问情况的人那里，居然也有了一个重要发现。王磊的妻子跟警察说，根据他们掌握的线索，王磊应该是在外面遇害的，所以这件事可能真的和孙明登没关系。原来就在王磊失踪的第二天，他就和自家哥哥赶到涉事小区。通过监控画面可知，案发之前王磊是自己一个人走出大楼的，也就是说孙明登当时不具备作案条件。虽然受限于当时技术条件，监控画面非常模糊，但王磊的妻子却给出了自己判断的依据。首先，监控里出现的这个人所穿的深色外套是2天之前自己亲手买给自己丈夫的。第二，这个男人无论是走路的姿态还是形态，都和自己的丈夫一模一样。说句实话这个情况的出现让警方有点措手不及。本来他们依据卫生间的痕迹，他们已经推断出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就在死者所租住的那间民房里。但是根据录像显示，王磊明明是自己一个人走出的房间，而这又和孙明登的说法相互对应上了。而且最关键的是，王磊这次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有没有可能卫生间里的血迹只是死者意外摔伤，或者是其他时候不小心留下的痕迹呢？而且孙明登几个同事也能证明，5月17号白天一整天，孙明登一直和他们在办公室上班，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孙明登都不具备作案时间。难道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吗？为了获得更多线索，民警们开始扩大查询日期。可就是这么一查，警察们找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监控录像显示，2011年5月17号晚上19点20左右，一个头戴鸭舌帽、手提编织袋的男人进入电梯。虽然从监控录像上无法判定出这个男人的面部特征，但是5月份的天气已经很热了，这么热的天，这个人为啥要把自己搞得这么严实呢？而且最让警察们觉得不同寻常的是，这个男人在进入电梯以前呢，他手里的编织袋看起来空空如也，可他从死者所在楼层出来以后呢，他手里的编织袋明显是装了很多东西，可以说基本是拖出去的。会不会这个男人才是杀害王磊的凶手，而他手里编织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死者被肢解后的尸体呢？那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呢？请注意，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一共出了3个犯罪嫌疑人。首先是嫌疑最大的孙明登，但是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其次是这个神秘的黑衣人，但又不确定他袋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就是那个约王磊出去的那个人。就在这个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警察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王磊有没有可能一直没有离开大楼呢？考虑到监控画面太模糊，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所以警方继续扩大搜索面积，并利用技术手段对监控画面进行还原。这一还原警察们真就找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警察们发现监控里出现这个黑影和那个疑似王磊的男人都有一个习惯性伸脖子的小动作，最关键的是这个动作是孙明登的习惯性动作。那既然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2个人都是孙明登一个人扮演的呢？这样的话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5月19号上午，在掌握新的证据以后呢，警方对孙明登进行审讯。可孙明登的心理素质太好了，一连审了6个小时，孙明登居然毫不松口。虽然前后没有大的破绽，但这么长时间的审讯还是消耗了他大量精力。所以当警察看准时机拿出大量对比结果和证据以后呢，孙明登的心理防线才彻底垮塌。很快他就交代了自己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和其他罪犯不同，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孙明登以一种非常淡定的语气交代自己杀人分尸的前因后果。原来孙明登从1997年开始一直在湖北宜昌从事保险工作，这一干就是10多年时间。按理来说，从事这么长时间保险工作，孙明登应该已经升职成公司高管了吧？但孙明登这个人比较直，虽然说业务能力很强，但很容易跟领导闹矛盾，所以他一直收不到正营。据他所说，当时他早就受够了这种窝囊气，所以也早就做好了离职的准备。好巧不巧，2010年5月，王磊突然给孙明登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王磊说自己将在贵州开办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分公司，
想请他过去一起打拼创业。当时他信誓旦旦地跟孙明东说，只要你过来，你1分钱不用出，我就可以给你一些股份，而且咱们兄弟俩联手肯定能赚很多钱。本来孙明东只是犹豫不决，他朋友这么一说，孙明东直接就辞掉了工作，然后二话不说只身来到贵阳。可在筹建保险分公司的时候呢，孙明东却发现这跟王磊所说的差距太大了。前后后他搭进10多万的现金不说，后面的销售班子更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虽然说当时也有点矛盾，但是2个人工作起来呢还算是配合默契。那段时间里，因为公司刚起步，所以2个人一起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最落魄的时候，2个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挤不出来，困了只能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坦白的说，虽然说那个时候也很艰辛，但2个人还是相互鼓励，硬是挺过了所有难关。2011年年初，公司开始盈利了，4个月以后，总盈利数额已经达到了70万左右。而这个时候一路走过来的2个兄弟呢，却因为分红产生了矛盾。之前没赚钱的时候，其实孙明东一直没有收过1分钱工资，当时支撑他的就是这个公司盈利以后就可以通过股份获得奖金。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前后近1年的时间里，王磊一共只给了他1万多块钱。至于分红的事儿，王磊更是只字不提。孙明东当时也找王磊说过几次，但是王磊却百般推脱，次数多了，2个人就开始闹起矛盾。对于孙明东来说，自己远离家庭辞掉工作，为的就是能证明凭借自己业务能力可以赚到很多钱。可现在倒好，之前承诺的事没办到就罢了，你赚到这么多钱以后就开始装聋作哑是吧？怎么着，我的10万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况且在孙明东看来，他的贡献远比王磊要大得多。要知道，公司之所以现在能赚钱，都是因为他精心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业务骨干。孙明东越想越生气，再加上一直没有赚到钱，家里边也开始冷嘲热讽，以前的各种豪言壮语现在都变成了笑话。于是2个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孙明东跟警察说，其实在5月上旬的时候他已经动了杀心，但那个时候他一般都会自我劝解一下，说不行，我再找个机会和他谈一下，如果真的谈不拢，那么再杀不迟。5月16号晚上8点，孙明东和王磊吃完晚饭以后回到公司，玩了一会儿游戏以后呢，孙明东直接推开了王磊的房间。这一次他直截了当的要求王磊兑现自己承诺，可王磊当时连头都没回，他一边玩电脑一边嘲笑孙明东说，哼，你想的挺美，想要钱，哼，门都没有。听了这句话以后，本来已经动了杀心的孙明东更是恼羞成怒，他用提前准备好的金属丝狠狠勒住王磊的脖子，然后活活将对方勒死。据他自己所说，在杀死王磊的那一瞬间，他没有一点后悔、紧张，甚至就连他的心情意外的变得好了一点。杀死王磊以后呢，孙明东本来打算直接把他拖出去，可没想到尸体太沉，他根本就拖不动。恰好办公室阳台那里一直都堆着纸箱之类的杂物，一般没人过去，所以他就把纸箱移开，然后把这个尸体埋在了纸箱里。为了误导警方随后的侦查，顺便摆脱自己的嫌疑，孙明东决定伪造王磊离开现场的假象。他先是穿上王磊的衣服，因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他就可以模仿王磊的一些特征，然后再故意出现在很多摄像头之下。出去以后呢，他从另一个没有监控的单元里通过消防楼梯爬到楼顶，然后再从楼顶绕回自己房间。这样一通操作下来，孙明东居然真就制造出了一个闭环。也就是说，第二天这个保险公司所有同事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王磊尸体共处一室。第二天晚上，员工下班以后，孙明东利用提前准备好的各种工具将死者残忍分尸。为了进一步摆脱嫌疑，他还是跟死者家属一起到派出所报案。不得不说，这个孙明东的心理素质那真的是相当好，而且据他自己所说，攻破他心理防线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监控画面，而是警察反复问询的一句话：黑人出现的时候你在哪里？原来啊，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中间也出了一个关键漏洞。孙明东在装着装满碎尸的编织袋走出办公大楼的时候呢，恰好发现有个保安似乎是来回看了他2眼。孙明东毕竟是做贼心虚啊，他就一直怀疑这个保安是不是看出什么事了，所以当警察拿着监控画面问他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还是那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回头再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赢家，本来只是一个各退一步的小事儿，或者说这种事儿压根儿就不需要走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但就因为沟通问题和信誉问题，最后一连丢了2条人命，更是害了2个家庭。对于这个案件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